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总有一些人，收入并不比别人低，却始终存不下钱，明明工作努力，生活却总是捉襟见肘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，问题往往出在一些穷习惯上。财富的流失，并不只是因为赚钱少，而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那些不经意的小习惯，悄悄变成了财富的黑洞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那些阻碍你财务自由的坏习惯，以及如何摆脱它们，迈向财富巅峰。要说穷习惯的头号罪犯，非花钱大手大脚莫属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有所提高，但花销却也与时俱进地增加了。许多人辛辛苦苦一个月，等到月底打开账户一看，余额早已见底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赚得少，而是因为花得太多。比如，小王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，月薪2万，按理说生活应该不错，可他却常年在信用卡账单中挣扎，追求名牌服饰，参加高档聚会，买各种限量款商品，似乎每一笔花销都在追求体面的生活。但实际上，他的财务状况早已入不敷出。这样的花钱方式，就像用漏了底的桶装水，再多的收入也会被无形中消耗掉。花钱没节制，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短视行为。正如《穷爸爸富爸爸》里提到的那样，不是赚得多就能变富，而是能留下多少。如果不学会克制和规划，花再多的精力去赚钱，也不过是为消费而忙碌罢了。再来说超前消费的问题。如今信用卡、花呗、白条等预付消费工具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看似帮我们解决了钱不够用的窘境，实则让更多人掉进了债务陷阱。为了追求一时的满足感，很多人选择提前消费，购买并非生活必需的高价商品，结果每个月的工资还没到账，就已经被提前花光，甚至需要靠分期付款或借贷来维持生活，而等到账单来临时，才发现压力大得喘不过气。比如，小李刚工作不久，看到朋友圈的朋友们晒出新款手机、奢侈品包包，忍不住羡慕嫉妒恨，于是咬牙买了一个高端品牌的手表。本以为拥有这些就能让自己看起来更成功，可没过几天，他不仅要承受巨额分期付款的压力，还发现根本没人注意到他戴了什么表。这种盲目跟风的超前消费，只会让人陷入一个永无止境的消费怪圈，既损害了财务健康，又难以获得真正的满足感。除此之外，过度追求面子也是导致财务窘迫的重要原因。俗话说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但过分注重外在形象，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现代社会中，很多人为了面子不惜透支自己的财务能力，买高档车，住豪华公寓，穿限量版服饰，试图用这些外在的光鲜来掩盖内心的不安。但实际上，这些行为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，反而会让人陷入债务困境，甚至影响到生活质量。比如，小张是一名刚创业的年轻人，他明知道资金紧张，却还是花重金租了一个高档写字楼，只为给客户留下实力雄厚的印象。但客户并没有因此多信任他，而他自己却因高额房租负债累累，不得不将生意转交他人。这种为了面子而过度消费的行为，只会让人得不偿失。最后，拖延症和缺乏规划也是很多人无法积累财富的关键原因。理财专家托马斯·科里曾指出，拖延和懒惰是穷人生活中最常见的坏习惯。很多人总是以等有时间再说为借口，逃避理财规划的重要性。他们不愿意主动学习投资知识，也不愿意花时间制定合理的储蓄计划，最终导致一拖再拖，错过了许多积累财富的机会。举个例子，小赵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，每个月存钱的计划总是流产。朋友建议他尝试定投基金，他却嫌麻烦，总想着等下个月有空再开始。结果几年过去，他的朋友已经通过定投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产，而他自己仍在为每个月的花销发愁。很多时候，
拖延并不是因为事情难做，而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给自己找借口，而这些借口就成了阻碍我们成长的最大敌人。真正的财富积累不仅仅是靠多赚，而是靠改变生活习惯，将那些漏财的坏习惯扼杀在萌芽状态，才能让财富流入我们生活的池塘中。说到穷习惯，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安于舒适区。舒适区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，在这里，日子虽然平淡无奇，但却没什么风险。然而，凡是让你舒服的，迟早会让你痛苦。一个人如果过于依赖舒适区，失去了挑战和进取的动力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原地踏步，甚至被时代淘汰。就像有人明知道工作枯燥无聊，却安于每天得过且过，因为改变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，索性继续混日子。这种心态让人只会看眼前利益，却忽视了长远发展的可能性。那些敢于突破自己舒适区的人，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经历阵痛，却往往能收获更广阔的天地。再者，停止学习也是穷思维的一大症结。有些人觉得自己年龄大了，用不上学；有些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，没必要再学习；还有些人干脆以书本上的东西都是虚的为由，拒绝接触新事物。然而，现实世界是动态变化的，一个人的认知如果停滞不前，就会被社会远远抛在后面。那些真正懂得终身学习价值的人，往往能抓住时代的脉搏，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遇。就拿查理芒格的例子来说，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和学习，因为他知道知识的积累能给自己带来财富。畏首畏尾的思维模式同样是一种无形的枷锁。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，不是金钱上的数字差异，而是面对风险时的态度。穷人习惯逃避风险，而富人更懂得驾驭风险。就像开车时，如果你满脑子想着各种可能的意外，只会让车速越来越慢，甚至停滞不前。机会往往是留给那些敢于尝试的人，那些瞻前顾后、犹豫不决的人，最终只会错失良机。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：不做，永远不知道结果。与其纠结于未知的风险，不如大胆迈出第一步，用行动证明自己。消极心理也是穷思维的重要表现。那些总是抱怨生活、埋怨命运的人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。消极的情绪就像一潭死水，不但让人丧失动力，还会让生活越来越难。而积极的心态，则是一切改变的起点。一个人越是专注于积极的方向，就越容易吸引好的结果。正所谓心态决定状态，状态决定未来。无论在多么糟糕的境遇下，都要学会看到生活中的亮点，这样才能从逆境中找到向上的机会。最后要说的是固步自封的思维。这种思维让人固守自己的小世界，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嗤之以鼻。要知道，财富是思维能力的产物，一个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，直接决定了他能达到的高度。如果一个人总是以老眼光看待新事物，不愿接受改变，他的认知就会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，从而错失时代带来的机遇。反之，那些思维开放、视野宽广的人，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发现财富的可能性。最终，这些穷思维的结果就是，人们的生活被局限在一个不断缩小的圈子里，行动力越来越差，机会也越来越少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早已被生活彻底困住了，而改变的可能性似乎变得遥不可及。嫉妒是心灵中的毒药，它悄无声息地侵蚀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失去了理性与行动力。有些人见不得身边人过得比自己好，明里暗里充满酸意，他不过运气好而已，但他们从不想别人的好运是怎么来的。思想家培根曾说，人能接受陌生人发迹，却容不得身边人超越自己。这句话戳中了人性的软肋。事实上，见不得别人好只会让自己陷入恶性循环，越嫉妒越自卑，越自卑越难超越别人。不妨换个角度，别人成功了，
是不是也意味着机会就在你身边？别人能做到，你为什么不能？如果能从心底祝福别人，学习他们成功的秘诀，才能把别人的进步转化成自己的动力。俗话说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多一些真诚的赞美与祝福，自己的路也会越走越宽。人们常说，便宜没好货，有些人总觉得占了小便宜就是赚到了，殊不知，这种贪图小利的心态不仅让人失去了信任，更让人目光短浅，错失长远的机会。一个常占便宜的人，别人会慢慢疏远他，因为没人愿意和一个斤斤计较、只顾自己的人共事。菜根谭中写道，不求非分之福，不贪无谷之祸，那些不劳而获的小便宜，迟早要以更大的代价偿还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，财富是守恒的，你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总有一天会流失掉。与其耗费心思占小便宜，不如将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，脚踏实地赚取应得的财富，这样的财富才牢靠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，斤斤计较的人只适合买菜，干不了大事。这句话看似幽默，实则一针见血。一个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鸡毛蒜皮上的人，注定无法看到更大的格局。很多人因为一点小利益斤斤计较，错失了与人合作的机会，结果因小失大。试想，一个心胸狭隘、视野局限的人，如何能发现真正的财富之路？懂得分享与合作的人，往往更容易打开人生的新局面。主动放下得失心，懂得舍小利而成大事，这才是长远的智慧。人际关系中，愿意让步的人往往赢得更多的信任与机会。别忘了，利他其实是利己的最高境界。一个人若没有底线，表面上看似能捞到一些好处，但最终只会得不偿失。底线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，也是为人处事的红线。那些真正有钱有地位的人，都明白守住底线的重要性。赚钱可以，但不能昧良心；成功可以，但不能违背道德。若为了眼前的利益触碰底线，最终只会失去更多。曾有人问成功人士，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对方回答，是我的信用。信用是一个人最无价的资产，而信用的根基便是守住底线。无论多难，都要记住自己的初心，这样的财富才会真正长久。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也是一种智慧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才能赢得人心，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。心理学家拜伦曾研究发现，那些常怀感恩之心的人，通常比别人更容易成功，因为感恩会让人更乐于助人，而这种良性循环最终会反哺到自己身上。生活中，那些懂得感谢别人的人，往往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，这种和谐本身就是一种财富。相反，那些自私自利、不懂感恩的人，最终不仅会失去朋友，也会失去原本拥有的机会。记住，钱只是交换的工具，真正的财富是你给予别人的感情和价值。最后，如果一个人无法摆脱见不得别人好、爱占小便宜、不懂感恩等穷习惯，他的人生注定会越过越窄。没有人愿意与小肚鸡肠的人同行，也没有人会帮助一个不知感恩的人。反之，若能戒掉这些坏习惯，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就算暂时贫穷，也终将迎来人生的转机。听完今天的内容，你是否发现，阻碍我们走向财富自由的，往往不是收入的高低，而是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和生活的习惯。改变穷思维，戒掉坏习惯，培养正确的理财观念，不仅能让我们掌控财富，更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不妨点个赞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一起学习进步。记住，改变从现在开始。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在财务自由的路上携手同行。